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大家很容易忽视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叫 Sena， 它来源于英伟达。那这个模型最大的优点呢，一个是速度快啊，它为什么快呢？你注意啊，它有一个叫 DC-AE 的这样一个模块，这个模块你可以类比成我们的 VE。我们传统的 VE 呢，一般是对图片在浅空间进行压缩啊，压缩的比例大概是8倍啊，但是这个呢可以达到32倍。那所以说呢，它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生成一个4K 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啊，这就是它快的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它支持高分辨率，4096×4096就是我们说的4K 的这个图片，而且呢速度是非常快的。它目前更新的速度也比较快啊，比方说最早呢出来的是这个600兆的一个模型，就是 600M。后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1.6B 啊，这个模型就发布出来了。那到了后来呢，就出现了它的 ComfyUI 的节点，到现在呢，包括 Diffuser 的这种 Sena 的 LoRa 啊，也就出来了。所以说整个的生态呢，也在不断的构建。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大 V 对于这个技术呢讲的并不是特别多。为什么呢？我们留个悬念啊，待会儿你会看到。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在 ComfyUI 里边去用啊，所以说呢，我们先打开它 ComfyUI 的这个节点。注意啊，这个节点叫做 ComfyUI-etc models， 这个大家可能都用过啊，如果你用过之前的 PixelArt， 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并不是你见到的那个。这儿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它的安装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说你首先呢需要把这个克隆下来，然后呢我们需要安装它的 requirement， 就是依赖的库啊。另外由于我们这儿需要对一个大语言模型进行4倍的压缩啊，主要是考虑显存的问题，所以说呢会装这个叫 bit_sandbat 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装会员的时候也装过，大家呢只需要执行这2个命令就行啊。但是你要注意啊，如果你这样去装，大概率呢是会出错的，或者说你那个跑出来啊，可能是一个灰色的图片，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你注意这儿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就是它这儿 get 克隆这个命令，你注意这个地址啊，跟你这儿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这个是来源于 CT96 的，而这个来源于叫 Efficient Large Model， 明显是2个不同的用户嘛。所以说呢，其实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扩展啊，就是 Sena 官方的扩展，用了大量的 CT96 的这个代码啊，包括它整体的结构都是用它的，甚至这儿呢都没有去这个做相应的修改啊，所以说你 get 克隆的时候啊，一定是克隆这个啊，别克隆这个，这儿是错的啊，克隆这个就容易出错。但是呢，这个呢也建议大家打开看一下啊，你看到之后你会发现跟那个很像啊，简直是一模一样。那为什么要打开这个东西？是因为在这里边有很多模型下载的这个链接，这儿是比较完备的，但是这里边就没有啊。你注意，你往下去看，它在 Sena 这儿啊，就大概这么个东西，然后有一示例工作流，别的没了。那你说我们去下载模型怎么去下呢？这个就比较麻烦啊。那我们下载的模型呢，主要有3个啊，一个呢是我们的 Sena 的主模型，第二个是 Sena 的 VE， 第3个我们需要有一个语言模型来做提示词的编码啊，所以说呢主要是这3个东西。那其中呢这个大语言模型呢它是自动下载的，但是呢剩下的就是 Sena 的官方的模型和它的 VE 我们是需要自己下载的，但是你从我这儿找不到下载地址啊，所以你装上之后呢，下载地址从哪儿找呢？从这儿啊，我们先来看它这儿关于这个 Sena 的部分。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Sena 的 HF repo 啊，就是抱抱脸的这个仓库里边，把这个官方的模型呢给它下载下来。大家打开链接呢就会是这个样子，这儿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我们用的是1600兆的，别用那600兆的，你用那600兆的这个效果会很差。大小呢大概是 6.43个 G， 所以说把它下载下来。那下载下来之后放在哪儿呢？你就放在你的 checkpoint 里边就可以了啊。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放的位置。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下载 VE 呢这儿有2个，哪个都行啊，这是Sena1600兆的，还有一个它叫 DC-AE， 这个 DC-AE 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官方里边看到的这个DC-AE 的这个部分啊。
这俩呢其实差别不大啊。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给大家打开的一个 Sena 的 VE 的一个链接，大家进到这个 VE 里边啊，下载对应的哪个都行啊，差别不大啊，你下边这个吧，是吧？那么下载下来之后呢，放在我们的 VE 目录里边就可以了啊。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安装之后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进到我们的 Config， 然后 Custom Node 里边，然后你装好之后呢，应该有一个叫做 Etc Models 这个东西啊。治理工作流得单独的从网站上下载啊，另外就是我们的 Models 里边，然后呢，我们可以先进到 Checkpoint 这里边找到 Sena 的部分，这个 Sena 1600兆 1024px.ph 啊，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个模型。然后呢，就是我们的 VE 里边，VE 里边这个我下的比较多啊，有刚才看到的那两个，一个是 FP16，一个是这个不带 FP16的。但是它们都是 Sena 1600兆 1024px 的这是我重命名过之后的啊，它原样的名字呢可能都叫这个东西是吧？我给它重命名了一下。另外呢，我还下载了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刚才看到官网里边的第二个链接，大家看底下这个，注意我这儿有这个链接吗？或者我们点开它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这三个呢，其实差别也不大，你下哪个都行。我下这么多呢，主要是为了测试啊。好，下边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怎么去构建。首先呢，我们建一个空的工作流啊。当你整个的装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在 Add Node 里边可以找到 Etc Model 这个部分，看一下 Etc Models，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叫 Sena 的子文件夹，这个里边有好多的这个 Sena 是吧？当然呢，你还可以这样啊，就是我们直接搜 Sena。很多啊，这工作流怎么构建的，你就把它全填上来就行了啊。这就全有了啊。下边呢，我们说一下这个都怎么去用。先从第一个节点开始啊，第一个叫做 Checkpoint Loader。这个呢，你首先需要下载我们的主模型，这个我们已经下好了啊。那你下载列表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下的1600兆1024那个。然后这个类型一定要对应着啊，它不是有600兆和1600兆吗？你这儿一定要选的是这个1600兆的，因为你这儿下的是一个1600兆的模型嘛，所以说这个就很容易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编码器的这个部分啊，编码器的部分呢，我们用的是这个语言的编码器啊，我们用一个这个 Gamma 的 Loader。注意啊，这儿呢我们一定要选择下边这个。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装那个扩展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要把它压缩4倍嘛，在混元的这个视频生成里边也有类似的这个技术啊。另外你要注意啊，这个地方选 CPU，因为呢这个模型很小，可以在 CPU 上跑，这就是它快的原因。如果这儿选 CPU 啊，这儿一定要选 Default， 然后这是正向提示词，当然你回头还可以有反向提示词是吧？我们可以拽一个过来，这反向提示词。然后别的我们再来看啊，这儿有一个叫做 Resolution Conditioning， 它呢是将一个条件连上去，然后再出一个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呢会跟什么相关？就是跟它的宽高相关。这个宽高也就是分辨率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是和这个 Sena 的 Resolution Select 是相关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下边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呢很多啊，这个你一定要跟上面选的是一样啊。由于我们是1600兆嘛，所以说选这个。然后 WES 和 HEIGHT 跟这儿你需要联动起来啊，所以说 WES 连这儿，然后 HEIGHT 呢连这儿啊。Conditioning 主要是和正向提示词连起来。然后呢，这儿是一个 latent 的 WES 跟 HEIGHT 啊，这个也是和我们这个什么相关啊，就是和我们这个宽高相关的啊，所以说这儿也要连上。latent 就有了，然后 model 有了，那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个 sampler 啊。下边我们看 sampler 这个部分啊，那 model 我们连过来condition 连过来，反向提示词也连过来， latent 连过来。下边呢是你注意 VE 的话呢，我们这儿需要单独的加载一个 VE， 这样我们可以搜一下 etc VE loader 啊，这个东西。然后这儿要注意啊，这边我们下载的那个 VE， 这几个哪个都行啊。比方我们选这个，我们下载了3个啊，这个你下一个就可以啊。然后这个类型一定要选这个啊 BF16， 然后 VE 连过来，然后呢我们来给它 save 一下。这个比例啊，我们先选 1.0， 也就是说1024乘1024的一个宽高
下边呢，我们来一个提示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把提示词呢给它粘到这儿。反向提示词，人说怎么写？反向提示词你可以参照 SD15来写啊。所以说呢，我们随便粘几个就行了，粘几个通用的啊。这个大家都很熟了，是吧 ？Bad quality、low quality 啊，这个很多。好，下边呢，我们来跑一个，大家看一下效果。我们先等所有的模型加载完啊，大家看速度快不快啊？是不是很快啊？看这个效果，有时候怎么会这么次呢？你注意啊，这个 CFJ 呢不能给这么高啊。如果你生成写实的，给3就可以了。再跑一遍，大家看一下，还是不错的啊。当然有人说这个手有问题啊，我们先不用管效果啊，我们就说这个快不快，是吧？的确是很快啊。我们再来跑一个，大家看一下。注意，在它官方的工作流里边是没有这个节点的，就这个节点它可以直接连过来，就不过这个啊。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必要。我们把这个给它重新加载一下，然后呢，我把 fix 掉啊，这样那注意啊，现在这个是我们刚才生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我如果说呢，把这个给它 bypass 掉，那我们再来生成，大家看一下啊。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说呢，它虽然这个节点看似啊好像挺带劲是吧？好像根据分辨率好像在约束条件，其实它意义并不大啊。真正你在做的时候呢，这个节点呢也是可以不要的啊。所以说呢，完整的工作流可以这样去写。我还是把它变成 random 你要注意啊，它目前提供的这个采样的方式呢，只提供欧拉的，别的呢还不行。当然下边这个 scheduler 可以去调，但是我调来调去，我觉得还是 normal 是最棒的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成速度的确是非常的快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特性。还是啊，先不看效果啊，我们就说是不是快。另外的话呢，你要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选不同的分辨率比方说我们选一个 0.25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4，也就是宽度和高度的比例是1:4。你见过这样分辨率的图片吗？你可以看一下，哎，是不是也非常的有特点啊？你可以调成别的啊，比方说我们调一个33啊，1:3啊，这个，然后调成2:1。0.5啊，看一下啊，这个就可能比较常见了，是吧？然后呢，你可以用我们刚才的1，当然还可以调大啊，比方说你可以调成2，也就是宽度是高度的2倍。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对吧？那有人说我是不是可以再调大？也可以啊，比方我们调一个4。这是这个4的效果啊，是不是也是挺棒的啊？所以说它的2个特点，第一个是速度快，第二支持各种各样的分辨率，这个我都给大家演示了啊。那有人说了，你说了半天这个生成的效果不好啊，对吧？那再快啊，那这个效果不好的咋办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就看一下怎么让这个效果变得可能更好一点啊。那首先呢，你要注意啊，提示词的写法很重要。提示词呢，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提示词，而是用那种逗号分割的单词或者是短语的形式啊。比方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长句的提示词嘛，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换一个啊。之前呢，我做过一个大模型的这个短提示词的生成工具啊，这个你自己训练一个就行，咋训练很简单啊。我们在这个 AI Studio 的 System Instruction 啊，就系统提示里边告诉他说，我给你一段图片提示词，它是整句形式，我希望你帮我提取里边的关键词和短语，以逗号分割的形式返回啊，无论我以何种形式提问，你都以英文的形式回答我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粘一段长的提示词，它帮我们提一段短的，是吧？我们刚才用的是这个咖啡馆的这个，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然后再次进到我们的工作流里边粘上啊，然后我们再来生成。它对这种短的提示词反而呢可能更加的友好啊，你注意。那另外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后边加上这样几个啊，这个可能大家也猜到了啊，一个是 best quality
quality 啊，然后呢是 masterpiece， 然后HD 高清，另外呢我们可以加上 detail face， 当然你可以加 8K 啊，就是我们加一些高清的这种提示词在里边，它的效果呢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就要好很多。另外你要注意，就是 CFG 对于这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CFG 如果偏大，它就偏这个动画风格，或者叫动漫风格，有点像这个过度采样之后的啊，你注意啊，我给的太大了啊，太小的话呢偏写实风格啊。你比方你可以给到 2.5，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看一下 2.5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官方或者很多那个社区的开发人员也在提出来，就是这个模型呢在面部扭曲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脸呢的确是不好看啊，而且呢会出现这个扭曲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给大家跑一个出来，大家感觉一下啊，这个可能还看不出来，我们再来一个。大家可能能看到这个眼这个位置，你注意这儿，在英伟达的社区里边，很多人在提这个问题啊。英伟达的开发者也发现这个问题，他们说会在今年的晚一点，那就是1月1号之前啊，会发布一版新的 VE， 就是会做一版这个的更新。完了之后呢，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支持高分辨率嘛，所以说呢，这个不应该出这个问题啊。另外呢，有人说这个分辨率它算出来的是多少？你现在是1024乘1024啊，有人说它支持4096，我可以直接给吗？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你直接给的话会出问题啊。它虽然是支持这个4096乘4096，也就是我们说的 4K，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1600兆啊。就是100万级像素的一个模型，所以说它还是不支持的。那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啊，比方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 delete 掉，然后我们把它转成输入，比如说我这儿直接我们用2048吧，别用4096了啊。如果我们去跑一个图的话，你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看到了吗？就有那个 tile 的那个情况啊，就是它是出不来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瞎玩啊。人家说支持，人家是给你客气客气啊，这个跟模型的大小是一致的啊。它这儿既然是1600兆，也就是它其实只支持大概这么大小像素点的一个图片啊，这属于基本的工作流。下边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说那问题啊，说这样啊，它太难看了啊，太难看了啊，这个图片的确是不好看啊。说那怎么办呢？你注意啊。那我们可以在后边做一个放大，这个放大呢也很简单啊，我们直接呢把这个图片呢给它做一个 upscale image， 用到 model 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 model 这个啊，我把图片连过来，然后 model 你用哪个这个随便啊，我用一个2倍放大的吧。啊，我直接把它放大成2倍啊，当然你可以用4倍放大，然后再缩回去也行，因为我这儿是要把它缩放2倍啊。完了之后呢，我们再一次经过一个采样，所以说呢，还是这个啊拿过来。那只不过现在呢，我们这个 VE 需要换一下啊，就是我们需要把它进行一个 VE encode， 但是这个 VE 呢是这个地方啊拿过来的，然后我们连上，然后呢，我们再 VE decode 还是这个 VE， 然后我们 save 一下 image。下面这参数该怎么调啊？这参数你要注意啊，我们在这儿的话呢，可以用20步，这个可以适当的高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属于一个优化的过程嘛。另外就是这儿可以 fix 掉啊，这个我们给到4或者5，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 denoise 一定不是这个 1.0 啊，所以说这儿我们给到 0.25， 就大概这样就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经过一个重采样和放大的操作之后，这个质量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它速度依然很快啊，包括升级这个速度也会很快。看这个采样啊，这个时候其实相当于放大了2倍啊。你注意啊，这时候就好看很多了。你如果觉得它还不行的话，你可以参照我们之前增加贫富质感的那个啊，给它再增加不同的这个贫富的质感。你说我希望他是东方人啊，他对东方人的描述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啊。比方我们写 Chinese woman， 跑一遍看一下啊，这个东方人物的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你也注意，如果眼睛上有扭曲，你像这个地方，它
即便是放大修复也是修复不了的，因为它属于它模型自带的这个缺点啊。放大之后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地方也是很怪的啊，好像这个眼就出啥问题了是吧？那所以说呢，我们总结起来其实主要是在提示词这个地方一定要采用这种形式，另外是要加一个放大的流程啊。很多的那个博主测到这儿不敢往下测了，发现被英伟达给骗了是吧？好像这模型当时吹得乌嚷乌嚷的，一测就摔得吧唧吧唧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处理一下是吧？这样会好很多。下边呢我们就用不同的提示词来测一下啊，我们挨个来吧。这个是上海弄堂里边那个女孩啊，这我就直接用简短提示词来测啊。注意啊，我们都保留着后边这个部分 best quality 这个部分，要不然老得写啊，比较麻烦。看这是原始的，还是不错的是吧？看一下衣服这个细节表现的挺好的，这个窗户这儿稍微有些问题啊，不知道啥情况，眼还是有问题啊，这个就是硬伤了，没办法啊。另外呢，你要注意啊，就是2倍的分辨率这个效果出来的啊，不是2倍的分辨率啊，就是宽高比 12.0 的时候，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好像它比较偏好这个分辨率生成的内容啊，你看一下，是吧？哎，就是2倍的这个会把视角拉得比较近啊。如果你要担心有问题的话，可以采用啊这个2:1的这个啊，就是 2.0 的这个生成的效果呢，是相对来说有保障的啊。看一下，对吧？还是不错的。下边呢，我们再测这个啊，这个是那个花园里边的那个女孩啊，就是早上有雾气朦胧的那感觉，这个应该不会太好啊，因为它属于一个远景。同样，我们留着这个 best quality 啊，来再来一遍，还可以啊，放大之后啊，挺漂亮的啊。接着来，这个是那个汉服女孩在竹林里边。这个我们之前都用过很多次这个提示词了，我就不解释了啊。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提示词吗？不一定非用我的啊，我只是给大家演示这个在美学展示上这个模型怎么样啊？看一下，也不错啊，挺好。这个是我们刚才咖啡馆那个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是中国的那个水墨画，注意这个单词词组提取出来呢，可能就偏向水墨的这个效果了啊。我们来看看啊，它是个什么情况？哎，是不是挺好啊？挺棒的一个效果啊！放大之后呢，可能会更清楚啊。这个中国的水墨山水的风格表现的还是很棒的啊。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长的提示词和短的提示词，它其实出来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光有这个细微效果上的差别啊。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比较长的提示词的话，它其实还是能够描绘出来更加精确的一些东西，能看到这个效果吧，对吧？所以说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啊。那最后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结尾，代表着它跟其他模型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这儿呢，我有一个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我是怎么生成的呢？是用一句古诗啊，叫做湖光山色两相和，望洞庭嘛，是吧？湖光山色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看洞庭山水色，白云盘立一青罗。我用了第一句生成的这个，然后呢，它把这个整句的提示词提成了这个短语啊。那我现在用一个写景物的，然后给它粘上啊。粘完之后你要注意，我得把这个 detail face 给它删掉啊，因为这里边没有脸啊，不是个人物的嘛，对吧？然后呢，我将这个换成4啊，就是宽高比是4啊。然后呢，我们来生成一个，大家看一下，像不像那个360的全景啊？放大之后效果会更好，看一下啊。那一般的模型是没有办法出这个效果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模型如果说用好了，还是有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和可取的这个点的啊。所以说呢，不要一直在喷它这个各种各样的缺点。那通过这样的调整呢，我们还是能得到一些不错的效果啊。关键点呢，其实是在放大的这个过程啊。如果有放大这个流程呢，它生成的图像也不是那么糟，而且呢，这个的确是速度很快，在分辨率上呢，也的确有优势。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大家呢可以回头自己试一下，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